我意外得到了圣主的12道符咒，可狗系统却只让我从中挑一个使用，剩下的得靠赚取声望值才能解锁。我思来想去，最后选了马符咒。本来想着靠它能治百病的本事，在现代都市里当个神医，可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对劲。毕竟在现代社会里，露出这种超能力，那不是找死？好在系统还算厚道，直接开启了一扇通往古代异世的传送阵。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大胆的主意，与其在现代束手束脚，不如去古代扮作世外仙人，用神力积攒声望，岂不美哉？说干就干，我立马买了套古装和各种道具，检查妥当后，一步踏入了传送阵。再次睁眼，我已身处异世的连绵深山，站在山顶上，我拿起望远镜四处张望，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个村子。不过我可不会傻乎乎的直接下山露面，仙人就得有仙人的派头，必须让凡人主动寻来，才能彰显身份。我将提前备好的干冰喷雾铺开，山间顿时云雾缭绕，仙气氤氲。紧接着我按下强光聚光灯的开关，一道刺目白光自山巅直冲天际，格外醒目。此时山下清涧村内，村长周茂正满面投入。这原本是个安宁祥和的小村落，可10几天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或者周村长，您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了，求您想想办法救救我女儿念念吧！猎户石猛扑通跪地，声泪俱下。他身旁的少女念念面色青紫，浑身虚汗，已是气若游丝。瘟疫无药可医呀，除非真有仙人降世，方能有一线生机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山中突然射出一道光芒，众人顿时被这异象惊醒。村长，那是祥瑞之杖！周茂抬眼凝望，眼中满是震撼。莫非真是仙人显灵了？走，咱们去瞧瞧。染病的村民纷纷挣扎着起身，相互搀扶着朝山脚走。快上山求仙人救咱们！这时，周茂突然喊道：“大家别急，那山头离这儿至少7、8里地，你们这半死不活的身子怎么去？而且晚上正是野兽出没的时候，太危险了，不如等天亮再去更安全。”村民们面露迟疑，可石猛却猛地站起身：“村长，等到天明，仙人怕是早已离去，我女儿和乡亲们都等不起。我是猎户，熟谙山路，我先上山探路，定要请仙人下山救村。”周茂虽满心担忧，却也别无他法，只得点头叮嘱：“切记小心行事。”放心，我定不负乡亲们所托。石猛抄起柴刀，点亮火把，朝着深山奔去。与此同时，我透过望远镜看着山下村民的一举一动，嘴角的笑意再也藏不住。鱼儿终于上钩了。我随便找了块平整的石头，盘腿坐下，摆出一副超然物外的仙者姿态。另一边，石猛拿着火把，气喘吁吁地跑到山脚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高昂的野兽嚎叫响起，紧接着10几个影子从山腰冲来。可等了半晌，却不见人上山，心中不免焦躁。难不成出了意外？我心里有些不安，取出无人机朝山下飞去。屏幕里的画面让我心头一紧，石猛在山腰间被10几头野狼团团围住，是退无可退。柴刀紧，却满脸绝望。坏了，这人要是死在山里，我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此刻石猛的火把早已被身上还被抓伤数处，望着围拢的狼群，他心中只剩愧疚。念念，爹对不住你，没能请来仙人。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搏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划破夜空，只见狼王的脑袋瞬间爆开，狼群也被震慑。这是仙法！下一秒，一道素衣身影踏雾而来，手中握着一柄造型奇特的铁制法器。孽畜别敢在本座地界放肆！狼群虽被震慑，但仍没完全退却，似乎在犹豫是否继续攻击。见状，我毫不犹豫再次举起武器，又是一道巨响，一只野狼应闪而过，狼群彻底吓破，四散而逃。石猛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彻底信服，扑通跪地。多谢仙人救命！话音未落，疫病带来的眩晕感息，他直接瘫倒。罢了，先为你疗伤再说。我抬起手，双眼中马符咒的虚影一闪而过，随即指尖泛起紫色神光落在他身上。石猛只觉一股温热暖流淌遍全身，此前被抓伤的伤口瞬间愈合，就连瘟疫的症状也消失无踪。他连连叩首：“仙人神通盖世，小人感激不尽。”我心中暗喜，面上却依旧清冷。凡人深夜闯山，所为何事？仙人，我等是山下清涧村村民，村中突遭疫病，死伤无数，求仙人慈悲，救救全村百姓。我故意眉头微蹙，故作疏离。仙凡有别，本座本不该插手凡间因果。仙人，村中皆是无辜百姓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吧！我见状不再拿捏，从怀中取出一枚银白的药丸，此乃本座凝炼的清疫丹，溶于水中，分与全村人饮下，可解此次疫病。仙人，我一定照办，绝不敢有丝毫怠慢。正当他准备转身下山时，我忽然开口：“且慢。”仙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光顾着装神仙，差点忘了打探这世界的情报。想到这儿，我语气淡漠地问：“本座隐居多年，不问世事，如今是何年号？天下属哪家皇室？”仙人，我只是山野粗人，不懂朝堂之事，只知晓当今天下是赵家执掌江山。得知是赵家天下，我心中大致有了数，面上不动声色。罢了，本座也不过随口一问。石猛见状连忙道：“
我们村长周茂饱读诗书，定知天下大事。我下山后便让他上山拜见仙人。对了，仙人，我下山后想为您修建牌位，日夜供奉，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不知仙人尊号为何？我心中一动，既然要在这世界建立威信，确实需要个响亮的名号。既然12符咒的力量来源于8大恶魔之一的圣主，不如我的名号也叫圣主。一念至此，我微微抬眸，本座乃圣主苏禅，去吧，莫要耽误时间。石猛连忙起身，小心翼翼捧着仙丹向山下奔去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都躺遍全身，伤口瞬间愈合，一症状消失无踪。青涧村内，村民们望眼欲穿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只见石猛的身影从黑暗中逐渐清晰。我见到仙人了，这是仙人赐的仙药，溶水饮下便可驱除疫病。村长周茂上前，你确定是真仙人，而非山精野怪幻化？村长，仙人抬手便灭杀狼群，还瞬间治好了我的伤与疫病，绝无虚假。石猛掀开衣衫，身上的伤口早已消失不见。周茂查看过后，心中再无怀疑。既然仙人有灵，我们便照办。说着，他取来一大盆水，将仙丹放入其中。大家排好队，每人喝一碗，水不可多取。众人喝下仙水后，只觉浑身轻快，病痛尽数消散。不过1个时辰，全村人的疫病便彻底痊愈，村落里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这仙水真是神了！石猛，仙人叫什么名字？咱们得知道仙人的名号，好好感谢供奉啊！仙人自称圣主，名号是苏慈。对了，仙人还交代让村长上山去见他。好，既然是仙人有令，我自然要亲自上山拜见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睡醒后我习惯性打开系统面板，看到上面的数据时不由得愣住。宿主苏慈已解锁马符咒，距离下一个符咒获取进度100%，进度满了。不对啊，云溪村人口不多，声望应该还差得远啊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在脑海中问系统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获得的声望值并非固定，受凡人信仰沉诚度、感恩情绪强度、事件影响范围综合判断。见此，我恍然大悟，难怪声望长得这么快。青涧村的村民们经历了瘟疫的绝望，又被我用仙丹和神力救了性命，自然对我印象深刻，信仰也足够虔诚。接下来，我需要一个更符合仙人身份的能力，进一步强化威信。看来近范围远非我所想，测试速度。我催动意念，让巨石向自己飞来，下一秒便感受到一股能量涌入体内。我试着凝神控意，双脚缓缓脱离地面，整个人轻飘飘悬在了半空。这便是御风而行的滋味。我心头狂喜，如同出获羽翼的飞鸟，在山峰间肆意穿梭，直到累了回到山顶。既然已经熟悉了飞天，接下来就该测试一下击符咒的其他能力。我将目光锁定在另一座山头上的一块巨石，这距离至少有10几公里。先试试能不能控制那块石头。我集中意念锁定那块巨石，不过片刻，那庞然巨石便缓缓腾空，稳稳悬在半空。看来击符咒的操控范围远非我所想的那般有限。紧接着测试速度，我催动意念让巨石向自己飞来，结果慢得离谱，跟慢悠悠的骑电动车差不多。我心中了然，击符咒胜在范围广，控物稳，唯独速度是短板。可即便如此，在这毫无超凡之力的古代，已然是降维打击。就在这时，山下传来脚步声，只见昨晚那个石猛正领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往山上走，想来便是村长。我当即凌空而起，悬在半空等候2人。当石猛和周茂来到山顶后，顿时愣住。这真是仙人啊！圣主大人，小民石猛携村长周茂叩见大人。不必多礼。我淡淡扫了周茂一眼，开口问道：如今是何年号？此地归属何处？回上人，如今是大宋天圣3年，江南平江府辖内。竟是北宋盛世。天圣3年正是仁宗出政、天下安定的时节。我上次入世，天下尚是刘姓汉室，不知大宋去大汉有多少岁？周茂闻言更是惊骇，连忙答道：大汉距今已有1000余年光阴。沧海桑田，世事更迭，未曾想一觉醒来已是1000年之后。仙人此次入世，可是有何要事？不过是顺应天时，游历一番罢了。圣主大人，您要是没什么事，不如去我们村做客。石猛连忙上前相邀，上人昨日救了我村孩童性命，乃是全村大恩，还请上人独步青涧村，让小人们略尽地主之谊。我本想推辞，但一想自己掌握了天人背景，在这古代境遇无敌，无需再藏头路，不如借机下山，既看看来相迎，甚是也罢，既然你们盛情相邀，我便随你们走一趟。说着，我只见微微舞动，击符咒的神力瞬间释放，石猛与周茂只觉身子一轻，竟然双双离地悬浮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仙人，我们飞起来了！不必惊慌，我只是用神力将你们托起，免得你们再受跋涉之苦。10分钟后，山下青涧村，你们快看，天上有3只大鸟！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天边有3个黑点正缓缓地老天爷，是石猛和村长，他们是在飞吗？说罢，他便转身朝我跪下，村民们也都跟着道。多谢圣主救命之恩！大家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周茂起身高声吩咐：今日是我清泽村的大喜事，各家都把家中最好的吃拿出来，设宴为仙人接风。村民们齐声应和，纷纷回家酒宴。不多时，村口便摆开长桌，摆满了农家自酿的米酒、熏肉一蔬。酒足饭饱后，我起身欲返回山中。仙人留步！全村乡亲商议过后，愿凑齐木料石石，为上人在村中修建宅院，还请仙人常住此地。为何执意要我留在村中？
民们的心意，先人明鉴。如今虽为盛世，可这平江府边境瘴气弥漫，时疫横行，周遭已有7、8个村子因疫病成了空村。小民斗胆恳请上人庇佑清涧村，保一方乡亲平安。我虽喜爱这村落的淳朴烟火，可修仙之人需保持神秘，久居凡尘反倒失了仙气。我淡笑道：修道者需寄情山水，感悟天地，不便久居村落。不过我会在青离山开辟洞府，长居于此。你们若有急事，可上山寻我。周茂与石猛闻言露出喜色，连忙点头称是。对了，仙人，那仙丹是不是很宝贵？没错，仙丹难得，需要许多珍贵的灵药炼制。我如今手中也没有现成的，直接给仙丹治病，虽然能让别人记住我的名字，但若是在村民面前展现超凡力，恐怕会让他们永世难忘。想到这，我继续说：不过我虽无仙丹，依旧可以用法力直接治疗。你们将附近村子染了瘟疫的人拘禁在一起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会回来为他们治疗。言罢，我身形一展，化作一道虚影，朝着青鹿山飞去。村民们齐齐躬身高呼：恭送圣主大人！待我离去后，村民们围在一起商议接人的事宜。王铎拍了拍周茂的肩膀：老周，你周家所在的周家坳不也闹了10亿吗？正好一并接过来。另一位老人见周茂一直沉默不语，老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咱们该如何报答圣主的救命之恩？可咱们却拿不出什么像词样的东西来感谢他。是啊，仙人不食人间烟火，咱们这些凡俗之物，恐怕他看不上眼。周茂沉吟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亮光。我想到了，世人皆爱功名，庙里的神佛也喜欢金身香火。就算圣主不看重这些，但若是咱们能将他的名号传播出去，他听了想必也会心情愉悦。几位老人听了纷纷点头，称赞老周说的有道理。随即，周茂画了几幅圣主画像，让人去其他村子接人时带上，将圣主名号传播出去。第2日天刚蒙蒙亮，清涧村便分派了4、5个精壮汉子，分头前往周边村落接染疫的村民。石猛则带着女儿前往了岳父所在的李家村。然而他们刚一进村就愣住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许多房子被烧得只剩下矿井。外公婆婆他们不会有事吧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匆匆从身边跑过，神色慌张。石猛立刻上前拦住他：这位大哥，村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李老丈一家呢？就是住在村东头的那户。你是李老丈的女婿吧？哎，村里瘟疫闹得凶，村长说染病的人都是灾星，全给赶到村外的废祠堂自生自灭了。房子怕留着传瘟，就一把火烧了。石猛脸色骤变，二话不说拉起念念，朝着村外的废祠堂狂奔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刺鼻的霉味与药味扑面而来，地上横七竖八躺着10几个人，个个面色蜡黄，气息奄奄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石猛目光一扫，很快就看到了蜷缩在角落的岳父李老丈和岳母，他大喊一声：“爹娘！”快步冲了过去。李老丈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石猛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我们染了瘟疫会连累你的。可当他瞥见石猛身后的念念时，你不要命就算了，怎么还带念念来？快带他走！石猛按住岳父的肩膀，语气坚定：“爹，您别急，念念不会被传染的。我们清涧村有仙人庇佑，瘟疫进不了我们的身。”旁边几个染疫的村民忍不住摇头：“仙人，石猛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老李，你这女婿怕不是被吓傻了吧？什么仙人庇佑，这瘟疫害死了多少人，哪有那么容易挡得住？”议论声刚落，刚才被石猛带着一对手为首，正是李家村村主李怀安。石猛，你跑到我们李家村来做什么？别把清涧村的灾气带过来！哼，你们李家村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乡亲？染了瘟疫就扔去祠堂等死，烧了房子就以为能断了瘟疫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清涧村有仙人降世，瘟疫早已被治好了。我今日是来接我岳父母，还有这些乡亲们去清涧村治病。李怀安眉头紧锁，脑海里忽然闪过前晚深夜的异象。村西10里外的清涧村，忽然亮起一道金光，直冲天穹。当时他还以为是商人，此刻想来，难不成真有仙人降临？可看着石猛信誓旦旦的模样，他又有些不信，正要开口反驳，石猛已掏出一幅画像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救了我们清潭村的仙人苏慈，他神通广大，区区瘟疫在他面前不值一提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你随便画的普通人？仙人哪有那么容易下凡？别在这妖言惑众，否则我们就对你不客气。场面顿时陷入混乱。就在这时，念念突然挣脱石猛的手，站到众人面前，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。大家别吵了，清涧村真的有仙人，仙人心善，让染了瘟疫的人去清涧村，他一定会治好大家的。村长爷爷，就算您不信仙人，让我爹把这些乡亲带走，对你们李家村也没有坏处啊，省得再传染其他人。李怀安沉默了，他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村民，语气终于缓和下来。石猛，看在你女儿的份上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但若是出了半点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就这样，石猛搀扶着岳父，带领着10几名染疫的村民，踏上了返回清涧村。而李怀安望着队伍远去的背影，暗自盘算：不行，我得偷偷跟过去看。若是清涧村真有仙人，我可不能错过这幸运。半个时辰后，清涧村村口，村长周茂正带着10几个村民后，见石猛带着人，立刻迎了上去。石猛，路上还顺利吗？没出什么岔子吧？一切顺利，人都带回来了，接下来就等圣主大人出手了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其余机队村民陆续带回了周边村落的染疫者，算下来竟有30余人。圣主大人慈悲为怀，怜悯众生，今日愿出手救治各位染疫的乡亲。
与此同时，我正躺在山上睡觉，突然一阵闹铃声将自己吵醒。糟了，差点忘了今天还要给村民们治病。我赶紧收拾了一下，飞到半空中，只见村口的空地上，村民们跪成一片，他们这是在祭拜，也太夸张了吧！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既然村民们都这么认真，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下方的周茂高声喊道：“恭迎圣主大人降临！”随着他的喊声，天空中响起一阵清脆的剑鸣，一柄银白如玉的长剑从天而降，稳稳插在空地中央，剑身上还萦绕着淡淡的金光。紧接着，一道身影从空中缓缓落下，白衣胜雪，气质出尘，宛如九天仙人。清涧村的村民们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连连叩拜。圣主大人！其他村落的人也被这一幕震撼得目瞪口呆，连李怀安都张大了，心中只剩一个念头：真的有仙人！诸位不必多礼，我今日前来是为了救治这些染瘟疫的人。圣主大人，这些就是附近村子染了瘟疫的人，请您出手相救。那些原本面色蜡黄、气息微弱的人，瞬间感觉浑身暖洋洋，身上的病痛飞速消散，连精神都好了许多。那些病患被我的神力笼罩，病痛飞速消散。神仙，真的是神仙显灵啊！当最后一丝光芒消散，全场的村民们纷纷跪地叩首，多谢圣主大人救命之恩！大家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这时，周茂快步走上前，圣主大人，有件事，小老儿斗胆向您请罪。昨日我自作主张画了您的画像，让村民们带着去周边村落宣扬您的善举，还请您恕罪。闻言，我心中一动，这正合我意，传播知名度对我的计划大有意义，但表面上依旧淡。无妨，你此举也是为了救人，我不怪你。周茂顿时松了口气。宣君大人，求您也庇佑我们李家村，我们也想为您建庙供奉，恳请您恩准。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乡亲们，就偷偷跟过来了。没想到真的见到了玄君大人。周茂看着他，心中虽有不悦，但也不敢多言，只能压下心中的想法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建庙之事不必铺张，量力而行即可，切勿劳民伤财。圣主大人放心，小老儿定当谨记您的教诲，绝不增添百姓负担。点了点头，打开系统面板。宿主苏慈已解锁马符咒、鸡符咒，距离下一个符咒获取进度86%。见此，我心中暗想，等其他村民们回到自己村里宣扬今天的事情，解锁进度应该就差不多，只是下一个该选什么符咒了。次日清晨，清涧村的一处小巷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着粗布短衫的老者，正是利用猴符咒变身的。没错，昨晚知名度满了后，我选择的第3枚正是猴符咒。它不仅能将人和物体变成动物，甚至能完全变成其他人。我四处闲逛，很快来到一间挂着清溪学堂木牌的。透过窗户望去，周茂正站在堂前，给10几个孩子讲3字经。这周茂果然有见识，难怪能在清涧村有如此高的威望。课间休息时，等孩子们都出去玩耍后，我推门走了进去，笑着问道：“周村长，这般用心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是盼着他们将来考科举，入朝为官吗？”老人家看着面生，怕是外乡来的吧？我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只求他们将来能明事理、辨是非，就算不能做官，凭一身学识，也能比一辈子种地强。我心中对周茂更添了几分敬佩，果然是个有远见、有良心的人。等到孩子们都下学回家后，周茂热情地邀请陆远去家中做客。然而一进门，他却突然转身跪了下来，拜见圣主。我一愣，这么快就露馅，不应该呀！你怎么认出我的？圣主，您虽换了容貌，但周身的气质、说话的语气，绝非普通老者所有。况且，圣主大人降临不过3日，平江府的瘟疫尚未平息，外乡之人极少敢随意走动，更不会无缘无故来清涧村的学堂。小老儿曾听闻仙人有千变万化之能，便斗胆猜测您就是圣主大人。见被识破，我也不再伪装，指尖微动，神力褪去，恢复了原本的面貌。既然被你识破，那我也不瞒你，我此番下山不过是想看看凡人的生活罢了。我顿了顿，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念头，抬手一挥，将身边一只流浪猫变成了一只通体雪白的东西。顺便给我的坐席找点零嘴。他喜食金银，只是金银是凡人的货币，让你们供奉未免不妥。周茂看着那只栩栩如生的貔貅，连忙叩拜：“圣主大人神通广大，小老儿今日真是大开眼界。”他思索片刻，抬头说道：“玄君大人，小老儿有个提议，或许能帮您的桌数凑齐金银。”哦，你说说看。咱们青龙山脚下有一伙土匪，头目名叫黑熊，盘踞在狗熊寨多年，劫掠了周边不少村落，攒下了不少金银财宝。这伙土匪心狠手辣，残害百姓，可官府却迟迟不缴。小老儿私下听闻，这黑熊与县令有勾结，抢到的钱财大半都要分给县令，官府的剿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竟有此事，那就为我指路吧。不久后，我们来到一个靠近狗熊寨的乱石村，村子里一片萧条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偶尔有村民探出头，看到我们又立刻缩了回去。周茂停下脚步，叹了口气：“这乱石村是被土匪祸害最惨的村子，村民们被抢怕了，一听到动静就躲起来，不敢出门。他们为何不搬到别处去？”圣主大人有所不知，
这年头到处都是苛捐杂税，百姓们流离失所，就算搬走，也未必能找到安身之处。况且许多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也舍不得离开故土。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却也能感受到这份无奈与悲凉，心中涌起一股怒火。这乱世，百姓受苦，贪官横行，土匪作乱，我既然有能力，便不能坐视不管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低沉的啜泣声传来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蜷缩在墙角，双手抱头，肩膀不停颤抖。我走过去，轻声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为何如此悲伤？”您是朝廷派来的大人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求您为我的妻儿报仇！我并非朝廷官员，只是个过路人。但若是你想复仇，我可以帮你。原来不是，可是那些土匪人多势众，还有刀枪，我只有一个人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前几日他们来村里劫掠，我的妻子和孩子都被他们杀了。我们走吧。刚走几步，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那男人追了上来。我跟你们走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为我的妻儿报仇。我叫王虎，我熟悉狗熊寨的地形，我能帮你们。王虎小哥，你眼前这位便是圣主大人，乃天降真仙，专门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他一定能帮你报仇。王虎愣住了，随即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怀疑。我没有多言，抬手一挥，把符咒的神力笼罩住王虎，他身上的伤痕瞬间愈合。现在你信了吗？王虎感受着浑身的轻松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圣主大人，求你为我妻儿报仇，我愿为你做牛做马。起来吧，我会让你亲手为妻儿报仇。三人继续前行，半个时辰后，终于来到了寨门前。山寨大门紧闭，墙头上站满了手持弓箭、面目狰狞的土匪，为首的正是头目黑熊，他独眼圆睁，鸡腿大笑。就你们三个也敢来狗熊寨送死，怕是活腻歪了吧？黑熊，你这丧尽天良的畜生，残害百姓，劫掠村落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而我则冷笑一声，对王虎说：“去吧，亲手为你家人报仇。”我伸出手，猴符咒和马符咒的神力在掌心凝聚成一颗光球，然后一把将其灌入王虎体内，他的身体顿时扭曲变形，伴随着一声震耳低头挺起骇人的猛虎赫然出现在这里。王虎低头看着自己的爪子，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激动，这就是力量，这就是复仇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我将野猫变的貔貅放开，淡淡说道：“去吧，陪他好好练一招。”猛虎率先冲入土匪群中，利爪一挥，便有几个土匪惨叫着倒在地上，鲜血溅飞。土匪们见状，纷纷挥舞着刀枪砍向猛虎，可马符咒赋予的再生能力让猛虎毫发无损，就算被砍中，伤口也能瞬间愈合。貔貅则腾跃而起，在空中穿梭，土匪们射出的箭矢打在他身上，只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根本无法伤其分毫。土匪们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后退。黑熊强装镇定，挥舞着大刀，厉声喊道：“怕什么？不过是两只畜生，给我杀！谁能杀了他们，赏白银100两！”可他话音未落，貔貅已扑了过来，一爪子将他拍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山寨大门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土匪们见头目被打倒，顿时乱作一团，纷纷扔下武器，想要逃跑。但王虎和貔貅并未阻止，山寨内顿时传来一阵阵惨叫。剩下的几个土匪见无路可逃，索性拉起弓弦，拼了！杀了那个妖人，我们就能活了！看着飞来的箭矢，我连眼睛都不眨。笑话，要是有机符咒还能被射死，那不如把它斗爆。随着我抬起手，箭矢在空中凝聚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。再射！再射！我就不信他能挡住所有的箭！下一秒，王虎已扑到那些土匪面前，一爪。等到所有土匪都被消灭，王虎体内的神力也消耗殆尽，重新变回人形。他跪倒在我面前：“圣主大人，多谢您，我终于为妻儿报仇了。”起来吧，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次日天刚破晓，李琛便带着4名捕快，踏着晨雾向城外出发。一路上，他们途经数个村落，只见村村萧条，尸横遍野，有的村子甚至已空无一人。李琛面色凝重，拿出地图，在每个覆灭的村落旁打上叉，心中愈发沉重。这场瘟疫比他想象中还要惨烈。赵虎、赵豹兄弟一路跟在李琛身后，频频试探，想要打探书信的秘密。赵虎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：“李大哥，此次任务除了探查瘟疫和送信，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”李琛犹豫片刻，想到与周茂的旧情，终究还是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京中有位苏大人，托县令大人给周茂带一封信和请帖，务必亲手交到他手中。”赵虎心中一震，果然与大人误会。他表面不动声色，继续问道：“这苏大人是什么来头？周茂不过是个辞官的乡野村夫，怎会与京中大人有交情？”苏大人乃是当朝重臣，当年与周茂一同求学，交情深厚。至于为何突然送信，我也不知。赵豹悄悄拉了拉赵虎的衣袖：“大哥，牵扯到京中重臣。”赵虎眉头紧锁，沉声道：“苏大人咱们得罪不起，但魏县令也不能得罪。他下了死命令，咱们若是办不成，回去也是死路一条，只能按原计划行事，见机行事便是。”几人继续前行，约莫半个时辰后，前方突然传来锣鼓喧天的声响，人声鼎沸，以沿途的萧条景象截然不同。众人皆是一愣，纷纷驻足观望。奇怪，这荒郊野外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聚集？难不成是有人聚众谋反？赵虎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看向李琛：“李大哥，此事蹊跷，咱们要不要先回县城向县令大人禀报？”不必，先去打探清楚再说。你们几个
换上百姓的衣服，混入人群，摸清他们聚集的缘由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几人迅速换上提前准备的粗布衣衫，悄悄混入人群。不多时，他们便打探清楚，今日是清涧村圣主庙的动工仪式，周边村落的百姓皆是为了感谢圣主治愈瘟疫，自发前来帮忙，场面热闹非凡。捕快们将打探到的消息禀报给李琛，他听完眉头紧锁。圣主治愈瘟疫，这听起来与邪教蛊惑百姓如出一辙。不行，必须阻止他们，免得更多百姓被蒙骗。说罢，李琛抽出腰间捕快令牌，带着众人冲进人群。雍州府捕快在此，所有人立即散开，不许聚集闹事。锣鼓声瞬间戛然而止，喧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村民们纷纷转头，目光警惕地看着几人。李琛扫视一圈，当看到主持仪式的老者正是周茂时，不由得愣住。周茂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丝毫没有染上瘟疫的痕迹。周茂见到李琛，非但没有慌乱，反而哈哈一笑。李捕头，许久不见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清涧村？难不成是来捧场的？周兄，你可知你此举涉嫌蛊惑百姓？什么玄君，什么神迹，不过是骗人的把戏！赶紧驱散众人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李捕头误会了。这并非蛊惑百姓，前些日子瘟疫肆虐，正是圣主大人降临，以神力治愈了所有染疫的乡亲，大家是真心感激，才自发商议建庙供奉，绝非闹事。李琛环顾四周，只见在场的村民个个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丝毫没有瘟疫肆虐后的病态，心中不由得泛起疑问：难道这所谓的玄君真有治愈瘟疫的本事？既然如此，我便暂且相信你一次。但若是让我发现有不法之举，定当依法处置。周茂笑着点头，李捕头放心，一切皆公开透明。乡亲们，吉时已到，动工！随着周茂一声令下，村民们立刻行动起来，挖地基、搬砖块、搭木架，场面再次变得热火朝天。人群边缘，赵普悄悄将玄铁令牌塞给赵普：“小弟，你找个借口离开，速去狗熊寨找黑熊，让我带人踏平清涧村，务必除掉周茂和李琛。”赵豹点头应下，趁着人群混乱，悄悄溜出了县城，快马加鞭。另一边，李捕头，你我二人多年未见，如今天色渐晚，不如带着兄弟们在清涧村歇息一晚。明日再启程探查疫情也不迟。他心中也想趁机探查一番，至于瘟疫之事是否属实，便点了点头。那就叨扰周兄了。随后去往云溪村的路上。对了，周兄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，县令大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看到封面上“茂兄亲启”4个字，神色微微一怔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沉默片刻，没有拆开信封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将其塞进了衣襟之中。周兄，不拆开看看吗？不急，等夜深人静，再慢慢细看也不迟。回到清涧村，周茂摆下酒席，热情招待李琛和一众捕快。酒过3巡，李琛借着酒意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周兄，若真有治愈瘟疫的法子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这可是造福天下百姓的大功德。”李捕头有所不知，这并非寻常医术，而是圣主大人的神迹。你见过有人能在片刻之间让濒死的染疫者痊愈吗？见过一碗神水便能让高烧不退的百姓立刻清醒吗？这些都不是凡人能做到的。李琛心头一震，回想起进村时所见的景象。那些本该被瘟疫折磨的行销鼓励的村民，如今个个精神饱满，绝非作假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却终究说不出话来。酒宴结束后，周茂安排众捕快在村中的闲置屋设下。夜里，李琛辗转难眠，起身去找周茂，两人在院中对坐，畅谈天下大事。想当年，两人一同立下誓言，要建功立业，为民请命。可世事无常，周茂因弹劾贪官位，被迫辞官归乡，而苏瑾则一路高升，成为当朝重臣。两人虽有书信往来，却再未相见。周茂回到屋中，拆开了那封信。茂兄亲启，平江乱世，官场腐朽，吾上书陛下，直言利弊，却屡遭疏远。如今已心灰意冷，决意告老还乡。吾念及旧情，诚邀茂兄前来一叙，共话当年情谊。周茂看完信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罢了，念及旧情，便再去见他一面吧。与此同时，赵豹以快马加鞭赶到狗熊寨，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目瞪口呆。昔日气势恢宏的山寨，如今已化为一片废墟。土匪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怎么可能？黑熊的山寨怎么会被人灭了？他手下可有几百号人啊！赵豹心中隐隐不安，不敢久留，连忙前往附近的乱世村打探消息。刚进村口，他腰间的玄铁令牌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那令牌是为县令赐予，上面刻着黑熊山寨的字迹。村民们看到捕快装扮的赵豹，纷纷露出敬畏之色，唯有王虎一眼便认出了那枚令牌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淡。他想起圣主曾说过，黑熊与魏县令勾结，残害百姓，这捕快定然是魏县令的。王虎压下心中的怒火，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，走上前拱手：“这位官爷，远道而来辛苦了，一路奔波，不如到寒舍歇息片刻，喝杯热茶。”赵豹正想打探黑风寨的消息，见对方如此热情，便点了点头：“也好，不久叨扰。”到了王虎家中，赵豹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王虎啊，你说那些土匪怎么都死了？”官爷，这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前些日子有一位白衣仙人带着一头猛虎和一只神兽经过村子，往狗熊寨方向去了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山上传来惨叫声，后来山寨就变成这样了。白衣仙人，猛虎神兽，这世上哪有什么仙人神兽？
莫不是你们看错了？千真万确，好多村民都看到了，那仙人神通广大，挥手之间便能生出金光，土匪根本不是对手。官爷，您一路辛苦，不如先吃顿饭，我再帮您问问其他乡亲。也好。王虎转身走出屋门，立刻召集了几个村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这捕快是魏县令的爪牙，是来打探消息的。你们先想办法吓唬吓唬他，我去清涧村通知周村长和圣主大人，就说魏县令的人来了，恐怕来者不善。”村民们纷纷点头，立刻分头行动。而屋中的赵宝心中不安愈发强烈，悄悄溜到后院，想要探查一番，却听到几个村民低声议论：“快是贪官的爪哇，害了咱们不少乡亲。等会儿把他绑起来，剁了他的腿，对，让他血债血偿。”赵豹吓得魂飞魄散，脸色惨白，转身就往村外跑。山寨被捕，任务已然失败。若是被这些村民抓住，定然没有好下场。他心中盘算着，既不能回清涧村找赵虎，也不能回县城向魏县令复命，只能暂且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再做打算。另一边，清涧村村口，赵虎站在大树下，频频望向村外，神色焦躁。赵豹这小子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就在这时，一名捕快气喘吁吁地跑来。虎哥，李捕头让所有人都去村外的老树林集合，说有重要的事商议。赵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莫非李琛发现什么？他压下心中的疑虑，跟着捕快赶往老林子。只见李琛站在林中空地，神色凝重，见众人到齐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我刚才暗中探查了一番，村民们身上确实有瘟疫治愈后的痕迹，圣主治愈瘟疫之事恐怕是真的。而且玄居庙旁有村民自发组成护法队，日夜轮值，戒备森严，不像是普通的信徒。”捕快们顿时脸色大变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他顿了顿，眉头皱得更紧，怀疑有人借着圣主的名义收揽民心，聚众谋反。青鹿山是村民口中之好的圣主降临之地，若真有救谋反之意，便立刻回县城禀报，派兵镇压。众捕快顿时脸色大变，纷纷说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青蓝山据说有仙人，我们上山会不会有危险？”怕什么？我们是官府捕快，奉命行事，就算有仙人，也不能阻挡我们办案。今夜3更准时上山，谁也不许退缩。赵虎站在人群中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心中暗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青鹿山地形复杂，夜里更是漆黑难行。若是在山上制造意外，除掉李琛，再把他的死嫁祸给圣主，既能完成魏县令的命令，又能脱罪，简直一举两得。就在李琛带着捕快们准备返回村舍，等待3更时分上山之际，王虎带着几个乱石村的村民，急匆匆地赶到清涧村。周村长不好了，魏县令派了一个捕快到乱石村打探狗熊寨的消息，那捕快是他的爪牙，恐怕是来探查圣主大人的。周茂脸色骤变，瞬间想起动工仪式上中途离开的那名捕快。坏了，那是魏县令安插的死奸，怕是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。另一边，青鹿山洞府中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官差上山来了，那我就好好招待一下。夜色浸满青鹿山的沟壑，李琛身着玄色劲装，带着3名捕快穿行在崎岖山径上。赵虎跟在最后，双手始终揣在衣襟内，紧攥着一柄锋利的短柄。最年轻的捕快压低声音：“李大哥，这青蓝山素来偏僻，传闻常有怪事，咱们就4个人，万一真遇上那圣主，怕是难以应付啊。”人多易暴露，咱们的目的是摸清圣主的底细，查清瘟疫与剑庙背后的蹊跷，不是应聘。金生，前头有火光。赵虎顺着李琛的目光眯眼望去，半山腰处果然晃动着几点微弱的光晕，隐约能看到人影攒动。此刻李琛背对着他，正是动手的绝佳时机。赵虎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抽出短柄，趁着夜风越过树梢的瞬间，猛地朝着李琛后心刺去。就在笔尖即将刺破衣料的瞬间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震彻山谷的兽嚎，惊得赵虎手腕一抖，短柄偏斜，只在李琛的衣摆上划开一道长长的露出里面的敌意。什么声音？李琛猛地回头，目光锁定赵虎还未收回的手，以及他腰间滑落的匕首把柄。赵虎，你要做什么？赵虎额头瞬间渗出冷汗，正要开口辩解，远处清涧村的方向突然亮起一片火海。周茂粗犷的嗓门穿透夜色：“他们往青仑山去了！”坏了！李琛顾不得深究赵虎的异常，深知此事刻不容缓，对众捕快厉声道：“快，加速上山！必须在村民围拢前见到圣主，弄清真相！”几人拔腿狂奔，好不容易甩开身后追赶的村民，刚在一块巨石后，周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一道庞然大物的身影赫然出现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莫非真的是妖邪作祟？李琛心头狂跳，他走遍各州府县，从未见过这般异常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疑虑。不等他细想，貔貅猛然嘶吼一声，朝着自己出来，速度快如闪电，瞬间便将落在最后的捕快飞出去。李琛嘶吼着，拉着身边的捕快，朝着不远处的山洞奔去。快，那边有个山洞，进洞躲避。众人刚冲进洞内，身后就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貔貅的头颅狠狠撞破，碎石飞溅，洞口险些被彻底捂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洞内突然亮起一片柔和的白光，众人惊愕抬头，只见洞顶镶嵌着数十颗发光的晶石，照亮了整个山洞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洞壁上并非寻常雕塑，而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异兽图腾，盘旋的巨蛇，张牙舞爪的猛虎，蓄势待发的蝎子，每一幅都透着诡异的威严。此时，貔貅已然挤进半个身子，眼看就要冲进洞内。李琛额头渗出冷汗，迅速掏出腰间的短铳，瞄准貔貅的右眼，砰！火光迸射，铅弹精准命中目标。貔貅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眼中渗出鲜血，踉跄着后退几步。
捕快们见状，他怕了，我们守住洞口了。可这份放松并未持续多久，洞外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周茂带着数十名村民追了上来。李捕头，你们怎么会在这？话未说完，洞内突然响起一阵庄严而悠远的乐声，旋律磅礴如千军万马奔腾，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。李琛喉咙发干，心头莫名升起一股崇敬之意。这分明是朝拜的虔诚之心，为何会有这种感觉？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，只见一道白衣身影踏着微光缓缓落在貔貅背上，方才还凶神恶煞的一手，此刻竟温顺如猫，乖乖伏在地上。我轻轻抚过貔貅的右眼，把符咒的神力化作一道金光，缓缓渗入他的伤口。原本狰狞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知深夜造访所为何事。李琛心头巨震，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身影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仙人，世上真的有仙人！他张了张嘴，正要说明来意，却被一旁的周茂抢先一步。圣主大人，这位是李捕头，与在下是故交，他们此行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来查探瘟疫之事，还请您宽恕。在下平江府捕头李琛，奉魏县令之命查探清涧村瘟疫一事。听闻此处有圣主大人现身，又见村民聚众建庙，恐有邪教蛊惑民心，才贸然上山查探，冒犯圣主，还望恕罪。邪教？你且说说，为何仅凭聚众建庙治愈瘟疫，就认定本座是邪教？治愈瘟疫本是善举，可聚众建庙，村民狂热追随，与史书所来邪教行事诡计如出一辙。在下身为朝廷捕头，身负护民之责，不得不防，还请圣主大人谅解。洞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望向我，然而我却轻笑一声，语气缓和下来。无妨，你秉公执法，心系百姓，何罪之有？李琛明显松了口气，随即又想起被貔貅拍飞的捕快，面露担忧。圣主大人，我们有一位兄弟在半山腰被这圣兽所伤，恐怕已遭不测。你说的是他？周茂拍了拍手，2名村民抬着昏迷不醒的捕快从洞口进。我心念一动，把符咒神力再次运用，一道金光射向他的胸口，只听咔咔几声轻响，捕快便醒过来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李大哥，我们不是在山上吗？老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李琛急忙冲上前扶起他，见他瞬间痊愈，这绝不是医术能达到的境界。就在这时，周茂上前一步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圣主大人，方才村里的村民来报，说有个叫赵豹的捕快，拿着魏县令赐予的令牌，去了狗熊寨的山贼窝，看样子是要与山贼勾结。”什么？李琛猛地转头看向赵虎，眼神冰冷。赵虎，你弟弟去狗熊寨做什么？你老实交代。赵虎脸色煞白，强作镇定地辩解道：“周村长怕是认错人了，我弟弟他是有急事回县城了，绝不会去勾结山贼。有没有认错，亲眼看看便知。”说着，我抬起手，一台无人机缓缓降下。此乃本座的侦察法器，可记录过往画面，你弟弟的行踪一目了然。我话音未落，只见那无人机射出一道光芒，投影出赵虎在山路上试图刺杀李琛的场景。李琛顿时如遭雷击，敢！赵虎痛哭流涕，挣扎着辩解：“李大哥，我是被逼的。魏县令和孙师爷威胁我和弟弟，说若是不除掉你和周村长，就杀了我们全家。我也是走投无路啊。”魏县令还让你们做了什么？没有别的了，就只是让我们刺杀你，再勾结黑熊血洗村子，还说事成之后赏钱2白银。洞内一片哗然，捕快们又惊又怒，纷纷痛骂魏县令丧尽天良。李琛松开手，转头抓住周茂的肩膀：“都去快带村民撤离！黑熊那伙山贼足有几百人，个个心狠手辣，清涧村危在旦夕。”周茂哈哈大笑，语气笃定：“李捕头放心，前几日我随圣主大人前往狗熊寨老巢，圣主大人抬手间便将300山贼尽数覆灭，黑熊早已伏诛，再也构不成威胁。”李琛倒吸一口凉气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惊。我目光转向李琛，淡淡问道：“此人勾结山贼，谋害同僚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”身为捕快，知法犯法，勾结山贼，谋害同僚与百姓，按律当斩。李琛声音嘶哑，抽出腰间长刀，刀光闪过，赵虎的尸体缓缓倒下。随即，李琛转身面对其他几名捕快，眼神锐利如刀：“诸位兄弟，今日之事关系重大，赵虎勾结魏县令，祸乱百姓，死有余辜。但此事若是传出去，必会打草惊蛇，连累更多人。”他环视众人，沉声道：“日后有人问起，就说赵虎走山路时失足坠崖而亡，明白吗？”李捕头放心，我们小的请奏。那狗官勾结山贼，意图血洗清涧村，罪该万死。此事我定要上报府尹大人，将他绳之以法。李琛厉声说完，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悬浮在半空中的宿主苏慈，解锁码击投符咒，距离下一个符咒获取进度92%，剩余768声望值。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我心中了然，只需在县城展露神迹，便能解锁下一枚符咒。李捕头不必如此麻烦，本座亲自与你去县衙走一趟，除掉那狗官，永绝后患。李琛急忙上前2步：“圣主大人，万万不可！魏知县虽罪该万死，但他终究是朝廷命官，若贸然斩杀，必会引来朝廷大军围剿，到时候清涧村的百姓就危险了。”那张捕头有何妙计？在下有一计，3日后京兆府苏锦大人过寿，府尹大人也会亲自前往赴宴，魏县令必定会去贪腐。不如让在下先回县衙复议，假意禀报清涧村确有邪教作乱，请求增派人手围剿，暗中收集魏县令勾结山贼的证据，待寿宴当日当众揭发他的罪行，让他无从抵赖。闻言，周茂浑身一震，连忙说道：“
圣主大人，李捕头所说的苏大人，莫非是苏锦？他是在下当年的同窗挚友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笃定。这倒是个稳妥的法子，给你们3日时间，若3日内未能除掉那魏县令，本座便亲自出手，让全县百姓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威，什么是善恶有报。李琛心中一凛，再次单膝跪地。请圣主大人放心，在下定不辱使命，必定将那狗官绳之以法，还清涧村百姓一个公道。与此同时，京兆府县衙的内堂中，赵豹正双膝跪地，浑身颤抖地将狗熊寨的惨状一一比划。大人，狗熊寨全毁了，黑熊及其手下300余人无一生还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活口，不像是寻常山匪火斗，更像是被一股诡异力量覆灭的。一派胡言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之人？小人不敢隐瞒，下山时听闻清泽村村民传言，说有位白衣圣主降临青鹿山，神通广大，能呼风唤雨治愈瘟疫。狗熊寨便是被他亲手覆灭的。周茂内司如今已然成了圣主的信徒，聚众建庙，蛊惑村民。圣主，魏县令眯起双眼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。好个周茂，辞官归乡还不安分，竟敢借邪教之名收拢民心。孙师爷，你怎么看？大人，周茂素来正直，当年就是因弹劾您暗中扶持山贼，才被您逼得辞官。如今他借圣主之名聚众，定然是想找您报仇。不如趁他根基未稳，派私兵突袭青蝶村，斩草除根，再给周茂安个谋反的罪名，就算苏锦大人出面，也无力回天。哼哼，此言正合我意。传我命令，让孔将队召集城东砖窑的300精锐。此时的城内街道萧条，百姓面黄肌瘦，瘟疫的余威仍在。苏锦身着便服，望着排队领粥的百姓，眉头紧锁。身旁的女儿苏婉轻声劝道：“爹，您已治世，不必再为这些琐事劳心，朝廷自有安排。”婉儿，你不懂。我与周茂同窗一场，深知他的为人。魏县令残暴贪婪，暗中扶持山贼，搜刮民脂民膏，百姓早已苦不堪言。如今周茂聚众建庙，若真有圣主能救民于水火，我便是拼上老命，也要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话音刚落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，李琛带着几名捕快匆匆赶来，见到苏锦，立刻翻身下马。苏大人，您怎会在此处？城中不太平，您还是早些回府吧。李捕头行色匆匆，想必是清涧村之事有了眉目。大人，借一步说话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可声张。两人走进附近的茶馆雅间，李琛关紧门窗，将青鹿山夜探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告知苏锦。荒唐！世上怎会有仙人？李捕头莫不是被周茂蒙蔽了？李琛苦笑一声，从怀中取出一块沾着金光的碎布。大人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属下也不敢相信，这碎布上的神力绝非江湖术士的障眼法所能伪造。那圣主还扬言，3日内若魏县令未伏法，便会亲自前往县衙诛杀他。他竟有如此胆量！魏县令虽残暴，却是朝廷命官，擅杀命官乃是滔天大罪。我本想借寿宴之机，请府尹大人主持公道，可府尹近日事务繁忙，已谢绝了我的邀请。那可如何是好？魏县令心狠手辣，必定会对清洁村下手。苏锦闭目沉思片刻，睁眼时眼中已多了几分决绝。一切按原计划回县衙复命，假意依附魏县令，暗中收集他的罪证。寿宴当天，我亲自会一会这位圣主，若他真能救民于水火，我便助他除去魏县令；若他是江湖骗子，我定当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告别苏锦后，李琛带着捕快返回县衙。大堂之上，魏县令端坐于公案后，目光阴鸷地扫过众人。李捕头，清涧村之事查得如何了？还有，赵虎为何未归？回大人，清涧村确有邪教作乱。周茂勾结所谓圣聚众建庙，蛊惑民心。赵虎在探查途中不慎失足坠崖身亡，下已命人妥善安葬。钱捕快，赵虎坠崖，你亲眼所见？钱二浑身一僵，额头渗出冷汗，连忙点头。回大人，是小的亲眼所见。那悬崖深不见底，只找到几块带血的碎布。魏县令假意长叹一声。赵虎忠心耿耿，竟遭此横祸，拨100两银子抚恤其家属。李捕头，你辛苦一趟，明日带人前往清泽村，假意围剿邪教，实则摸清圣主的底细。若有机会，就地斩杀。待李琛等人退下，魏县令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李琛这小子，定是与周茂勾结在了一起。赵虎分明是被他所杀。孙师爷，你去把钱二抓来，严刑拷打，务必问出清涧村的实情。当日午后，钱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被刘师爷带人掳至城西一处僻静宅院。昏暗的屋内，魏县令端坐于上，眼神冰冷。钱捕快，老实交代，赵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清涧村的圣主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钱二吓得浑身发抖，哪里经得起严刑拷打？片刻便全盘托出。大人饶命！赵虎是被李捕头所杀，因为他勾结您，要带黑熊血洗清泽村。那圣主是真的仙人，白衣飘飘，能治愈重伤，还能指挥异兽。狗熊寨就是被他亲手覆灭的。他还说3日后要来县衙杀您。魏县令与孙师爷对视一眼，心中皆有忌惮。孙师爷嗤笑道：“老爷，这小子定是被邪教灌了迷魂药，满口胡言。黑熊的实力我清楚，就算遭遇埋伏，也绝不会全军覆没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立刻集结300精锐，今夜就突袭清涧村。”屋内一片死寂，魏县令沉默片刻，突然开口：“行了，
放他走吧。钱二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往外冲，却被一把拽住后腿。慢着！孙师爷从袖中掏出一小袋碎银，塞进钱二手里。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吧？钱二浑身发抖，攥紧钱袋，连连点头，直到听见院门关上，才敢松口气，匆匆离去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说着，魏县令走向内室，取出一把黄铜钥匙扔给孙师爷。去城东的废弃砖窑，把甲胄和火器取出来，再去把孔教头喊来。老爷，那可是我们压箱底的300精锐，万一没有万一。若真有古怪，就让这群刁民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若不是，正好血洗清泽村，永绝后患。大人，300精锐已集结完毕，请下令。清涧村无论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。若欲抵抗，尤其是见到什么白衣圣主，格杀勿乱。若是见到什么异兽，就用火枪。万一这次真有什么意外，或者超乎常理之事，立刻撤回。本官要的是情报，不是无谓牺牲。要是不能脱身，立即放信鸽报信。遵命。随着马蹄声渐渐远去，孙师爷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老爷，动用私兵，若是被服役大人知道？”魏县令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。3日后要来杀本官，就算真是仙人，我也要看看是他的法术快，还是铅弹快。入夜，清涧村一片寂静，周茂正带着村民巡查。村长，不好了，远处有骑兵逼近，至少300人，看样子是冲着咱们来的。慌什么？圣主大人早已料到魏县令会狗急跳条，此刻正在祠堂等候。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我正倚靠在祠堂门边，神色淡然，仿佛眼前的危机不值一提。魏县令生性多疑，宁可错杀1000，不可放过1个。今日便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天外有天。片刻后，300飞甲私兵已然逼近村口，为首的孔教头勒住缰绳，厉声喝道：“清涧村勾结妖人，意图谋反，奉魏县令之命屠村！”话音未落，骑兵们便如潮水般冲向村口。然而我的脸上却没有一点波动，好似这300人只是一只匍匐前进的蚂蚁。我轻轻抬手，无形的力量骤然笼罩全场，冲在最前面的骑兵连同战马瞬间停滞，仿佛撞上一堵无形的墙壁。怎么回事？动不了了！士兵们惊恐大喊，却发现战马像是被钉死在地面上，纹丝不动。孔教头脸色大变，厉声下令：“放箭，用火铳射击！”下一秒，箭雨如注火控攻来，可所有箭矢与铅弹在靠近我3丈之内，便被无形的力量挡在外，纷纷落地。我微微抬手，眼中凝聚着符咒光芒一闪而过，淡淡道：“还给你们。”所有箭矢铅弹骤然调转方向，以更快的速度原路返回。前排骑兵瞬间被射成筛子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怪物，这根本不是人！有士兵崩溃大喊，转身就想逃跑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我轻轻打了个响指，地面骤然开裂，碎石翻滚，逃跑的士兵纷纷坠入裂缝，转瞬便被泥土吞噬。孔教头吓得双腿发软，跪倒在地，哭喊着：“仙人大人饶命！我有情报！”我微微挑眉，身形一闪，落在孔教头面前，淡淡道：“说说看。”孔教头艰难地喘息着，声音断断续续：“魏县令背后有京城大人物扶持。”我眯起眼睛，稍稍放松了对他的束缚，继续。然而下一瞬间，孔教头突然暴起，他的动作并非自杀，而是拼尽最后力气打开了马鞍上的鸟。一只雪白的信鸽从笼中飞出，孔教头眼中闪过一丝解脱，嘴角扯出狰狞的笑容。大人定会知晓。话音未落，我轻轻抬手，那只刚飞出不到3丈的信鸽便在半空凝住，随即化作飞灰。我轻叹一声，冥顽不灵，抬手抚平地面的裂缝，那些士兵的尸体与血迹瞬间消失无踪，仿佛从未发生过这场厮杀。周茂率先跪倒在地，村民们纷纷效仿。圣主大人神威！就在此时，我眼前浮现出系统面了。宿主苏慈已解锁马姬猴符咒，距离下一个符咒获取进度100%。我在心中默念：系统领取狗符咒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蔓延全身。恭喜宿主获得狗符咒，能力永生不死，可令持有者永远年轻，免疫一切致命伤害。县衙之内，魏县令正死死盯着窗外，神色焦躁。半个时辰过去，依旧没有孔教头的消息，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300精锐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那圣主真的是仙人？老爷，咱们快逃吧！圣主既然能灭掉300精锐，肯定能轻易杀了咱们。逃？我逃得掉吗？这些年我搜刮民脂民膏，残害百姓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躲不过报应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县令眼神恍惚，仿佛陷入了回忆，轻声问道：“师爷，你知道吗？我年轻时也曾是个心怀天下的人。30年前，我刚中举，被派到此地做官。刚上任时，我减免赋税，甚至自掏腰包修桥铺路。”孙师爷怔怔地看着他，从未想过这个贪婪暴虐的县令会这样。你知道百姓是怎么回报我的吗？县令突然睁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狰狞。他们骂我假仁假义，说我必定另有所求，甚至有人造谣说我克扣赈灾粮，中饱私囊。就算这样，我也忍了。还认为百姓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蒙骗。可又过了1年，大旱降临，全县颗粒无收。我开仓放粮赈济灾民，可那群贱民非但不感恩，还嫌粮食太少。周太息嫌我给的银子不够多，甚至聚众冲进县衙，砸了我的供桌，抢了我的家产，还放火烧了我的府邸。我跪在地上求他们住手，可他们只是哈哈大笑，骂道狗官活该。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，百姓就是一群贱种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养谁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再装什么清官？不如做个恶人，至少能活得痛快。
既然他们不配仁慈，那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惧。去，把地窖里的火药全部搬出来，再把城南疫区的病患全部放出来，派死士混进去传播疫病。圣主不是能治愈疫病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救得了满城百姓。苏锦寿宴当日，我便引爆火药，拉所有人一起陪葬。孙师爷脸色大变，老爷，你要炸死他们，府尹大人也会在那里，他可是朝廷命官啊！他不是要杀我吗？好，我给他这个机会，但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就算是仙人也救不了那些该死的刁民。与此同时，李琛家中院门突然被敲响，开门一看，竟是赵豹。李大哥，我大哥，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李琛没有回避，沉声道：“是我亲手杀的他。”赵豹浑身颤抖，突然从腰间抽出短刀。李琛立刻道：“要报仇，我们换个地方，屋里还有孩子。”出乎意料的是，赵豹突然跪下：“我不报仇，大哥死有余辜。那年大旱，我们兄弟杀了囤积聚积的黑心粮商，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后，一路逃到这里。是您抓住我们，却看我们可怜，不仅没送官，还举荐我们当了捕快。可我们呢？”说话间，赵豹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。为了活命，竟帮那狗县令做着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该死，我真该死！张大哥，你现在就杀了我吧，我绝无怨言。李琛扶起他，沉声道：“起来吧，知错能改，便还有机会。魏县令现在怎么样了？”赵豹擦了擦眼泪：“李大哥，魏县令疯了，他派了300私兵去清涧村，现在一个都没回来。他打算在苏大人寿宴上引爆水药，还放出了疫区的病患，要传播瘟疫。”李琛瞳孔骤缩，立刻起身：“不好，我们必须立刻通知苏大人和圣主大人。”次日清晨，城内谣言四起，百姓们纷纷传言圣主将于午时降临，至于瘟疫之论。李琛带着几名捕快沿街巡逻，一边驱散聚集疫人的一边警惕观察四周动静。不多时便偶遇了身着便服的苏主，两人找了个僻静角落商议片刻，都察觉魏县令心境癫狂，当即决定提前前往苏府，先回府，严密防备魏县令的疯狂阴谋。话音刚落，老爷，县衙来人了，说是魏县令亲自登门拜访，此刻就在府外等候。李琛闻言，瞬间按住腰间长刀。这狗官定是来者不善，不如趁他立足未稳，先将其拿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苏锦却抬手制止，眼神沉凝：“不可，他如今还披着朝廷命官的外衣，贸然动手只会打草惊蛇，反而让他的阴谋有机可乘。你先退下，装作从未见过我，待我探探他的底细。”待李琛悄然离去，苏锦整了整衣袍，神色瞬间变得锐利如鹰，迈步走向课堂。他倒要看看这只走投无路的疯子究竟藏着怎样的毒计。苏府课堂内，魏县令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，并未摆出行政长官的架子，反而像个谦卑的晚辈，端坐在课座上悠然品茶。见苏锦进门，他立刻起身，脸上堆起虚伪的笑容：“苏公，下官冒昧登门，叨扰您了，还望恕罪。”苏锦不动声色地坐上主位，端起茶杯轻轻抹洒：“魏大人公务繁忙，今日亲自登门，想必不是单纯来叨扰老夫的吧？有话不妨直说。”魏县令长叹一声，脸上瞬间堆满愁容：“实不相瞒，下官今日前来是为了城中流传的圣主降临谣言。如今瘟疫未消，百姓人心惶惶，流言四处。下官殚精竭虑，却始终无法安抚民心，实在无计可施，特来向苏公请教，如何才能稳定大局，安抚百姓？”这番话言辞恳切，若不知情，定会以为他是个心系百姓的清廉父母。苏锦抬眸瞥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：“魏大人乃京兆府父母官，治理地方、安抚百姓，本就是你的职责。老夫早已知悉，不问朝堂琐事，怎好越俎代庖？”苏公说笑了。魏县令连忙陪笑：“您德高望重，在百姓心中威望极高，只需您出面，便能稳住民心。下官已想好对策。今日午时，下官会亲自坐镇苏府门前查验谣言，同时命李捕头带人维持秩序。无论那所谓圣主是真仙还是妖人，只要有您与下官一同坐镇，百姓便有了主心骨，那宵小之辈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”说到此处，他话锋一转，眼神幽深地盯着苏锦：“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需有苏公出面，方能万无一失。还请苏公势必赏脸到场。”这番话看似商议，实则胁迫，他就是要将苏锦牢牢绑在自己的计划中，让苏锦成为他引爆阴谋时最关键的人质与祭品。苏锦心中两难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：“今日乃老夫寿宴，本就会在府中坐镇，魏大人放心，届时老夫自会出面。”得到满意答复，魏县令心中暗喜，又寒暄了几句，便起身告辞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苏锦手中的茶杯猛地一顿，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。这位县令
今日必死无疑。与此同时，青鹿山洞府内，周茂正通过对讲机将城中的异动一一禀报。圣主大人，大事不好！那魏县令丧心病狂，竟私自放出了城南疫区的病患，还暗中散播谣言，说您今日午时会降临救世。他这是故意将您置于两难之地，想让您救无可救，失信于民呐！我听完，嘴角却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。他越是想算计我，我便越要如他所愿。可是大人，疫区病患众多，且瘟疫传染性极强。若是您无法一次性治愈所有病患，百姓便会对您产生怀疑，到时候魏县令的阴谋就得逞了。无妨，我站起身，新获得的力量在体内带来前所未有的自信。一只跳梁小丑，即便机关算尽，也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传我命令，让李琛与你的人今日午时只需在苏府外围维持秩序，保护无辜百姓，剩下的一切交给我便可。拥有狗符咒，我已是不死之身。这场由魏县令精心导演的闹剧，正好是我安抚万民的最佳舞台。次日午时，苏府门前的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，疫区的病患与健康的百姓混杂在一起，人人脸上都写满了绝望与期盼，空气中弥漫着瘟疫的气息与诡异的紧张。苏府之内，寿宴早已摆好，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。魏县令端坐于首席，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，频频向在场宾客举杯，仿佛对府外的喧嚣与自己的阴谋一无所知。苏景端坐主位，神色平静，眼底却藏着警惕。悄悄潜回府内的李琛则隐在暗处，手按长刀，紧盯着魏县令的一举一动。他们都清楚。时辰到了。魏县令放下酒杯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，对着藏在暗处的孙师爷轻轻递了个眼色。暗处的死士们立刻点燃了埋藏在苏府地下的滋滋的引线燃烧声，在寂静的府内格外清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天空中突然间爆发了一丝睁开眼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，只见一道白衣身影脚踏七彩行云，缓缓从天而降。那人正是我。广场上的百姓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，纷纷跪倒在地。圣主大人显灵了！圣主大人救我们！魏县令见到这一幕，非但没有丝毫惊慌，反而发出了癫狂的大笑。你终于来了，来得好！今日就让我们一起在火药的烟火中共赴黄泉，所有人都陪着我一起死。然而，想象中的惊天爆炸并未如期发生。我悬浮于苏府上空，只是轻轻一抬手，地土无形的巨力骤然降下，轰隆一声，大地碎裂，整个苏府竟被这股力量生生掀起，悬浮于半空之中。埋藏在地下的人以及那些尸体，尽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满城百姓连同府内的所有宾客都被这震撼天地的神迹惊得瞠目结舌，广场上瞬间陷入死寂，只剩下众人粗重的呼吸声。魏县令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着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火药，我的计划怎么会失效？我没有理会他，目光缓缓扫过广场上那些面色憔悴的宾客，心念一动，马符咒的治愈神力化作一场金色的光雨，洋洋洒洒地覆盖了整个现场。光雨所及之处，病患身上的红疹迅速消退，咳嗽、高热等症状瞬间消散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就连空气中的瘟疫气息也渐渐消散无踪。无数百姓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先是茫然错愕，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吸，纷纷对着我后拜。魏县令，你罪孽滔天，勾结山贼，视万民生命如草芥，今日便是你的审判之日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响彻整个现场。话音落下，我伸出手指，对着那些悬浮在半空的火药桶轻轻一点，只见所有火药桶瞬间摆出无形之力的束缚，如同飞鸟般冲天而起，在数千米的高空化作一朵朵绚烂而无声的烟花。魏县令彻底崩溃，他瘫倒在地，浑身发抖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怎么算计都赢不了你？你视百姓为蝼蚁，肆意践踏生命，那么你便也尝尝沦为蝼蚁的滋味。我缓缓降落在他面前，指尖闪过头尾大光，魏县令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扭曲缩小，最终化作一只浑身脏污的老鼠，尖叫着窜入了街边的巷子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自此之后，京兆府再无残暴的魏县令，只有一位心怀万民、神通广大的圣主在世。圣主教的信仰以苏府广场为起，从这座偏远的县城开始，如同燎原之火，迅速蔓延至每一个角落。而我站在青鹿山之巅，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，苟复制的永生之力在体内流淌。原本只想赚取声望，安稳度日，可看着万民敬仰的模样，看着这盛世之下的隐患，一个宏大的念头在我心中生根。